大家好啊，我是于超。我现在正在面临又一次的这个入狱的可能，在美国入狱。那么在这个美国入狱呢，我觉得刑期可能应该是2年半以上。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要接着上次我在2期节目中提到了，就是 FBI 和本地的这个警察呢来我家搜查并且没收枪支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一次我提到这个事情呢，是在批驳文昭的一些言论里边，我谈到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另外一期节目的名字叫9月3日之后，说9月3日之后发生了什么。那么到我的住处来搜查、讯问并且没收枪支的那一天呢，是2023年9月8日。主佛的律师估计也在看我这节目呢，好好的记下来啊！我知道你们可能在录像。那么在这次就是审讯之中呢，也不能说审讯这个词儿investigation 吧，英文词儿叫 investigation， 审讯就是 interrogation 了，应该是 investigation 更确切一些。就在这次 investigation 之中呢，反正联邦调查局问了我的问题，然后我呢也就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然后从联邦调查局那边的那个麻烦就没有再进一步再来找我。就是联邦调查局那儿收到有人举报我要使用枪支攻击神韵学校，而且呢要做 suicide squad， 这是写在联邦调查局提供给本地警察的这种安全警报上面的。然后说于超这个人呢是可能有武器，而且很危险，所以基于这个他们来上门搜查。然而联邦调查局所获得的这种举报呢，其实就像我几期节目说的，就是我师傅宇宙主佛他举报我的或者他手下的律师举报我的直接的联系的部门可能不是联邦调查局，可能是国土安全部。然后呢，无论如何，就是到联邦调查局那块的就是理由呢，就是我要做 suicide squad， 这个2个词儿就是联邦调查局的提供给本地警察的原文，然后使用武器呢去攻击去攻击神韵学校，而且都给出了神韵学校的地址。那个地址呢是你在网上查神韵嘛，因为它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它的税表全是公开的，它的地址还有负责人也全都是公开的，和那地址都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神韵方面举报我的时候呢，又附上了就是我在就是明尼苏达展示枪支的那么一个录像，然后就说明我是有枪的。所以呢，虽然联邦调查局不再继续找我了，但是本地的警察呢，通过这个本地的叫 Attorney Office， 就是检察官办公室，然后向我提起诉讼。因此目前呢，我面临3项刑事起诉。那1项刑事起诉呢是非法拥有枪支，1项刑事起诉呢是非法拥有大容量弹夹，非法拥有大容量弹夹 large capacity magazine。 那么还有1项起诉呢是非法拥有弹药。那么其中中间那1项就是非法拥有大容量弹夹这个在麻省这块呢是有最低的强制刑期的，仅这个1条罪名最低的强制刑期是2年半，然后呢最高刑期是10年，那另外2条呢都有相应的刑期，3条加在一起那就不知道刑期是多少了。
我因为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拥有我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枪支啊、弹药什么的，全都是合法拥有的。然后在明尼苏达呢，你只需要这个携带许可证，就是 carry permit。你携带它的时候，然后你需要许可证。而携带这个动作呢，又有清晰的规定，什么叫做携带？打比方说，你要去靶场，你去靶场呢，你的这个枪支呢和你的弹药是分开放的。比如说你的枪支是放在一个盒子里，弹药是放在另外一个盒子里，它是分开的，而且放在你的车的那个后备箱。就这个动作就不叫携带，这个动作叫做运输 transport。而比如说在明尼苏达，你 transport 这个枪支你是不需要证的，你放在家里也是不需要这个 possess 这个证书的，只有你在携带的时候叫做 carry permit， 你需要证书证明许可证。所以呢，我并不知道州与州之间呢这个枪支法律差别如此之大，因为我是10年前来那个美国的，第一次这个拥枪呢是2020年下半年拥枪的。然后呢，我是尽我所能 ，to my best knowledge， 我了解了这个明尼苏达的这个拥枪的法律。然后到了麻省以后呢，我也是尽我所能的吧，就是说了解一些法律。但是呢，由于就是我从那个明尼苏达到麻省这儿来嘛，也是离婚不久，然后呢心情也不是很好。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也很多麻烦。那个我就没有把这个枪支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就是可能给我带来10年刑期的这件事儿来去思考。然后呢，我就在这个2023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就上了一个就是这个枪支安全的这个班儿，因为你必须有这个班儿给你发的证书，你才能申请。然后8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申请了。因此当他就是在我的房间里搜查并且没收我房间里的枪支的时候呢，这个是在我申请枪支证件的过程中他来搜查的。所以呢，就是说，就是整个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我呢也因为这个事请了律师，然后律师呢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检察官呢经过反复的这个沟通，并且把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告诉他们。那么当地的检察官呢给我的律师2个选择，就是说要么你呢就是认罪，我们把中间那条就是可能2年半到10年那个大容量弹夹那个罪名，我们不以那个罪名，而以另外2个罪名起诉你，同时你认罪，然后你呢就去那个 correction house， 我估计翻译成教养院吧，你去教养院待那个18个月。要么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的话呢，你呢就是去那个更高等的法院，我们就拿这个3个罪名来起诉你，然后到底你能获得什么刑罚吧，就看那个法官的那个判断了，还有大陪审团的判断了。在这个整个场景中有3方，一方呢就是刚才我说那个 attorney office， 其实中文呢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语言上的疑义。 attorney 的意思就是律师，像美国总检察长啊什么的全都叫那个 general attorney。 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服务于政府的律师，所以就是政府是一方面，民众是一方面，法院是一方面。但中国翻译成什么检察官什么的，是按照中国那个翻译的。我如果称之为政府律师的话，这就更加那什么一点，就是更加符合它原意一点。那么政府律师当起诉你的时候呢，他就是 prosecutor， 就是中文翻译成检察官，实际上你就可以想成一个就是对你提起诉讼的这么一个律师。然后呢，所以我这边是我和律师，那边呢是政府和政府的律师，这儿还有一个这个法院来判断，就是这两边是谁对谁错，大概是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呢，政府那边的律师呢，就是给我提出这个条件，如果我答应了，那么法官一看我们之间达成了这个条件，我又plead guilty， 就是认罪。然后呢，那我就去教养院待18个月。如果我不这么做呢？如果这个案子呢到更高级的法院，那么他就会把3个罪名同时用于起诉我。麻省这儿对于那个
大容量弹夹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有那个叫做 minimum imprisonment， 就是说最低的强制 mandatory 的刑期，强制刑期。实际上在就是英美法这个系统中啊，这个强制刑期这件事儿，其实实际上是广受诟病的一件事儿，因为他没有给那个初次这个触犯法律的人以任何机会，他就认为你做这个事儿就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强制刑期？其实在这个法律界和法学界吧，是有一些那个相当不同的看法的。因为最近我也这个官司那个缠身嘛，我也就了解了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呢，这个法律本身呢，被一些人认为实际上是本身是不公正的，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我整个这件事儿的这个根本要素是什么？到底这件事是什么事儿？这件事的本质呢，就是我作为揭露神韵黑幕的这么一个被报复的人，揭露神韵黑幕的这么一个被报复的人，然后呢，因为我并不了解明尼苏达和那个麻省之间的这个枪支法律如此巨大的差别，那么现在呢，我就要可能面对，比如说是3年、4年、5年、6年或者更多年的这个在州监狱的这个刑期。这个如果你要是去高等法院，你就必须去州监狱，而州监狱关押的人呢，和刚才我说那教养院里关押的人是不一样的。教养院里关押的人是犯了一些小事儿的，州监狱关押的人呢，都是那些就是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的。然后呢，那么不但如此呢，就是我从此以后，我这个人就是有重罪犯罪记录，重罪是 felony， 然后有重罪犯罪记录的人呢，就被称为那个 felon， 所以我就是在我余生之中呢，都是以 felon 的身份这个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揭露神韵黑幕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在他们的报复之下，人生发生这样的改变，这件事本身是不是符合这个立法的原意？如果这个我对美国法律的这个了解和期待没有偏差太多的话呀，我认为这个无论是州法还是联邦法律它之所以得以设立，之所以得以 constitute 设立那其原因在于它能够保护良善 protect good people， 是吧？在于能够树立正义，在于能够 uphold justice。那么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现在麻省的这个对于枪支的这个法律，它到底是不是起到了这种保护良善和那个树立正义的这个作用呢？那么其实我因为没有相应的资源了但是我觉得倒是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个法律自从它树立起来以后，被这个法律所惩罚的那些人里边有多少人呢？他其实是就是没有这个犯罪的意图，也没有以前的那个犯罪的那个经历，而就是被这个法律改变了这整个的人生的那个路径。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可以问一问。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法律就它目前作用到我身上的这个作用来说，就在我这个案例之中我不认为这个法律是正义的。那既然我不认为你这个法律是正义的，那我愿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吧，比如说在法院来去谈一谈这个问题，那我冒的风险是什么呢？冒的风险就是远重于那个18个月教养院里边的那个刑期，而且呢是要在美国和一帮的这个重刑犯吧，关在一起。这个有人说我不搬家就没这些麻烦事儿，是我要是不活着，这些麻烦事儿更没有了。这个麻烦事儿不是那个最那什么的，你如何应对麻烦事儿？我觉得这个倒是人活一生，他值得去考虑一些的事儿。就是说，现在我的这个处境又让我联想起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在中国成为这个全国通缉的
这个罪犯，然后呢那个被全国抓捕，然后最后把我给抓到黑监狱。在昨天我那个节目里我说是27岁，我说错了，27岁是99年他们刚刚开始镇压的时候，他们真正抓到我的时候是2002年8月13号抓到我，因此那时候我是30岁。然后我抓到黑监狱里边以后呢，就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折磨，经历过那个种种折磨吧，就是然后他们警察来做这种攻心工作，来做攻心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坐在那个我前面半天不说话，酝酿这种压力的这种场景，然后那个抬眼看我说那个你觉得你应该被判多少年呢？然后呢，我说应该死刑吧，我就微笑说，我说是死刑吗？他说死刑倒不会。我说那不就结了吗？我说你们判李昌法轮功那个法轮大法佛学会主要负责人首恶嘛，你才判18年。我说你不会判我死刑的。我说你不会判我死刑，那我就还有出去的一天。然后呢？这是我的一种回答，因为这么问我的警察不是一个两个，有的时候我就给那个回答呢，就是说我说你们应该无罪释放我。总之呢，他试图让我的思路进入他的轨道，就考虑这个多少年，然后我这多少年是多么难熬，我出去以后是多么那个无望。这一套我在中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于超从30岁被关到40岁，出去以后一定是那个走投无路，一定是穷困潦倒，一定是什么。但现在我52岁，今年我52岁，就是我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因为人生呢，就是其实不是完全按照你的想法走的，你都不知道人生会发生什么。所以就是说，你能不能在当下这个场景中，你尽量的按照正确的去做呀？其实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再回来说那个，就是我对神韵的这个揭露啊，其实我个人希望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个人希望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呢，还能像1993年我刚刚开始走入法轮功修炼的时候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就是具有生命力，那样的改变人心，让人焕发出这个你全新的那个你。我希望如此，我希望长达15年以来或者更长的时间之中吧，这个现在已经36、7岁的那些神韵演员，当时还是未成年人的那个神韵演员吧，或者是当时接近那个18岁的神韵演员，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那个摧折，没有从个性、性格、意志品质上被这样的伤害和扭曲。我希望他们不是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说于超你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信任的第一个成年人，这是神韵演员跟我说的。所以我希望这些事都不发生。我希望我过一个就是风花雪月的人生。但是呢，不幸的是这些事都发生了，而我呢，那个七弄八弄啊，又成了英雄了。说实在的，我并不想当个英雄，因为太辛苦，而且呢，就是从更广泛的这个范围内来讲吧，如果英雄出现，说明一个人群大面积的出了大问题了。因为否则的话，人人都是尽可能的按照真善忍去做，人人都是你凭良心说话，凭良心做事儿，不是像那个张天亮那样说什么啊，那个就是在师傅面前就是要听话，就这种。如果你不是这种就是泯灭了良知去过你的日子的话，根本不需要英雄。我也就是一个 everyday person， 就是一个平庸的那个路人而已。此时此刻，我仍然认为我是一个就是我的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挺平常的一个人。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可能不太平常，但从本质上来讲，我的确是个挺平常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都
都面对这个眼前的这个现实啊，你明明知道，但是你不说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所以就是当这个整个一个群体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呢，那个我认为啊，这个英雄出现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这儿有很多人说一定不要进监狱啊，一定不要那什么，我不考虑这个，我不考虑那个，就是我不以祸福来驱策我。以前我做过节目很多次谈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要被祸福所驱策。那么以前不是以前，一直到现在，很多法轮功的人就攻击我说于超不像他说的那么在监狱里那么英勇啊什么的，随便你说了，反正是以前的事情嘛，就是你我各执一词。那么现在呢，此时此刻呢，你就看一看此时此刻的我吧，你就看一看此时此刻的我所经历的事儿，你掂量掂量你自己经历的时候是什么样。一方面呢，面对州一级法律的这种就是可见的未来，这个我入狱；一个呢是面对，就是说联邦执法部门那个还尚未清晰的对我的这个调查是不是水落石出。你想一想，你面对这个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你再想一想，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是入狱啊，是我在18个月前面我就认罪了，还是说我顶着6年到10年或者更久的这个刑期？我今天觉得你这个法律不正义，我就要在一个地方留下我的声音。我认为你这个法律不正义，是吧？我为什么就是神韵这样一个虐待孩子的地方，他就能够滥用美国司法资源，欺骗那个美国执法部门来置我于监狱？也许你能成功，也许你能成功在这件事上，但是呢，这个首先你想达到的目的是达不到。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你想达到让我于超闭嘴的目的，你可以梳理从头到尾，你让我于超闭嘴，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尝试。从最开始师傅2021年8月31号的猛鹤经文，从那时候你想让我闭嘴，那一次一次的这个事情都被师傅本人搞得更大了。实际上是包括李云祥拍的那个沉默呼声，今天晚上他又要在那个干净世界直播之类的。然后你李云祥呢，秉承这个明慧网师傅的这些那个意图吧，要把我从这个故事中完全抹去痕迹。你抹来抹去，我于超是更出名了呢，还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就是完全被抹掉了呢？包括肖明在那个维基百科上面是有他的条目的，他的条目现在也被完全删掉了，好像肖明这个人从此就不存在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存在不存在是依靠着维基百科存在的吗？一个人存在不存在是依靠着你的电影存在的吗？当时那个李云祥刚刚就是把我那个就是否认说他那个电影和我的人生有任何关系哈，我就做过一期节目，我就说李云祥，你想一想，你看一看这个镜头里的我，到底是我更有生机，还是你的电影更有生机？就真正这个就是你活出光彩的这个人生啊，其实并不假借他者去立住，我是这么想的。那么再回来说这个事儿的上一个节点呢，是这个8月31号，我得到这个消息来源说有人正在查我的地址，然后差不多应该是9月3号呢，这个就是神韵那边就向这个美国执法部门举报我。其实我个人觉得哈，现在我猜想啊，他们查我地址呢，一个可能的这个原因呢，那个就是要看到我到底在哪个州。比如说他们发现我在麻省，那么他们意识到麻省的这个枪支法律是很严的，所以呢，他们就可以用枪支法律呢来这个置我于这个非常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们调查我的这个地址，有可能就是为了在枪支法律上编造一个假故事来举报我，你知道吗？我个人认为这些行为都是触犯美国刑律的。那么
这个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哈，我于超在这个我的视频里边揭露神韵的黑幕，那么你作为观众来说呢，你可以认为哦，于超是这个一面之词。那么你作为被我揭露的人来说呢，我觉得你有，其实我个人认为你只有2种选择，你知道吗？一种选择你什么都不说，我就保持沉默，你于超爱说什么说什么，是吧？那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说你用真正的事实来驳斥我的这个揭露，就这2种选择。而你现在做了不同于这2种选择的第3种选择，就是你向美国联邦执法部门编造这个虚假陈述，说我要当自杀小队。这个自杀小队 Suicide Squad 这个是在那个法律文书上面是你跟他们说的，不是我于超编的。那么这说明是一点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只要你还有一点这个逻辑能力，或者还有一点点良知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揭露的东西是真的。这就是结论，这就是结论。因为假如我揭露的东西哪怕掺了一点假，你都可以抓住那一点假去彻底击溃我，不是吗？但到现在为止，你没有回应我对你的揭露中任何一个，因为你心里非常清楚，我揭露那些事情的时候说的都是真的，不是吗？然后你现在用这个枪案来置我于这个几年刑期吧。时间在滴答滴答的这么流逝，然后呢，几年刑期呢也会过去，咱们就看一看这个到底会发生什么。在这儿呢，那个我也想跟那个就是神韵演员啊，或者所有知道法轮功这些伤害他们这种灵性虐待，然后这个金钱上去这个欺诈和剥夺，然后呢这种对人格的这个践踏，甚至对身体的伤害，你们还有大概1年的时间到我的节目上来说出你们的故事。然后呢，那个你们可能就没有我这个地方了。那个所以呢，就是我希望呢你们考虑一下，看看是不是到我的这个节目上来说，是不是到我的节目上来说。我建议你们到我的节目上来说。我会尽我所能的吧，就是说出我对这个现在施加于我身上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惩罚，我认为它不公平到底在哪儿，看看我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当然我希望有一个不入狱的结果了，但是我还是我以前多次在节目中讲过的那个话，我不为祸福所驱策，我不为祸福所驱策。你当时我问我的那个就是审问我的警察，他们问我说你觉得应该判多少年？我说你判我死刑吗？是死刑吗？我现在都50几岁了，我没有当初那么多那个愤激不平，因为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因为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可能还和你这个司法系统有所争论说啊你看按照这个条款我应该判多少年，按照那个条款我应该得到什么宽限，我可能还和你有这种这个分辨那假如我什么事情都没做错呢？那你就要把我给放到那个监狱里放那个10年吧，打比方说。然后那这个所有的行为，它定义的不是我于超是谁，所有的行为定义的你是谁。真的，你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首先不是定义的就是说你所说的那个对象是谁，首先定义的是你是谁。那么呢，那个我呢现在就开始需要这个律师费，因为律师费将是相当高昂的。
然后呢，我的那个捐款的那个方式啊，是在那个我的每期的节目下边那个说明里边都有。然后有这么几种捐款方式，一种是美国国内的，你可以用 Zelle，给我捐款；还有一种 PayPal 它收的手续费比较高；还有一种呢，捐款方式是 Wise， 你注册一个 Wise 账号，然后呢，那个从那儿给我捐款的那个手续费比较低。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这个电子币手续费是最低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考虑捐给我这个电子币也可以。但是你捐给我电子币以后呢，你赶紧告诉我一下，我就赶紧把电子币给转换成那个就是不会波动的那个电子币了。然后呢，所以现在我是需要钱的，在未来呢，我会在征求这个律师的这个意见的情况下，把我正式的那个就是要求捐款的这个链接呀，以及相应的说明，可能会这个放到 GoFundMe 上面。然后，因为我需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到底发生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然后如何说清楚呢？这个我会征求这个律师的这个看法。但是现在呢，大家如果是觉得我这个情况值得大家去施以援手的话呢，我愿意接受大家的这个帮助，基于法律方面接受大家的帮助。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此时此刻呢，我由于种种的那个什么呀，从时间上到精力上到那个就是各方面吧，就是精力有限，我在这个接受捐款的事情上呢，此刻没有时间给大家清晰的说出我这个钱会怎么用，然后列出清单什么的，我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事先就跟大家说清楚，我接受这个钱我做不到这一点，向你清晰的报告我到底怎么用，而且恐怕就是说这个我呢还得问一下律师要不要清晰的报告，因为现在我的那个对手的那个神韵的律师啊，正在观察我所有的这个事情，因此呢，你要给我捐钱，前提就是你已经知道我不会报告你我的钱的使用方式了。想一想还有什么要说的？我看一看那个，哦，对了，有人这个给我来信，他就说那个很怨恨这些把我送进这个监狱的人。然后呢，那个很怨恨把我送进监狱的人。后来我跟他说不要怨恨，我说生命啊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想活出全然的这个绽放的人生，你就得是一个勇敢者。然后呢，实际上现在我所追求的是一个自由，其实是还有一个正义。我追求的并不是说我尽可能的舒服，如果我追求尽可能的舒服，一开始我就不会说这个事儿。如果我追求尽可能的舒服，我就会在那个现在这个地区级的这个起诉方给我提出条件，说你只待18个月，我就会答应。那我追求的如果是这个正义呢和自由的话呢，就是你追求的人呢，他可能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可能没有结果，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有结果，那么它汇集的呢，这个是很多的人，就是说追求者是那么1、2个，然后受益的人是很多。比如说麻省的这个枪支法律，假如因此而有所改变的话，那从我之后很多人就不用再进入我的这种处境了。那就像当时我看到赵鑫被打碎456三节颈椎粉碎性骨折，高位截瘫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下决心，我说我要站出来，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以后的人还会被这样折磨。这就是我在那个2000年28岁的时候站出来，然后呢用我的能力去帮助这个受迫害的法轮功同修啊，把那个这些迫害事实传到国外的最主要的一个触发，就是赵鑫被那个如此的迫害。所以呢，我说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我说呢，这个游戏的一个特征就是追求者是少数，受益者是大多数。
而就像我的朋友啊，那个一位基督徒的律师叫做唐晶玲律师，在他的脸书上曾经说过，说这个追求自由啊，受益的人是多数，然后付出代价的人是少数，这是君王的德性。我觉得说的很对，这真的是君王和贵族的德性。我以前有个节目也是在谈，就是乱世中的新贵族。就是以前的贵族呢，你是需要通过血统，通过你某些战争，某些那个重大的战役什么的，然后你成为贵族。现在你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就能成为乱世之中的新贵族。我现在在走的就是一条贵族的路，其实是成为真正贵族的路。这就是我对我人生的一个旁观。然后呢，那个，这样说有点恐怖，他们居然能联想到你配枪的影片和你搬到现在住处可能没注意到的这个相关法律。是啊，就是神韵的律师师傅吧，宇宙主佛实际上是处心积虑的要把我尽可能最大程度的伤害。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主佛，你看一看你能不能做到，看一看最后是我于超站住了，还是你主佛站住了，还是你周围的那些爪牙能站住，看一看。如果是仅仅在州法的这个层面，我估计我不会无罪，我估计我会比那个18个月重得多。那个有不少基督徒给我来信鼓励，向我传递上帝的信息，我非常感谢这些基督徒，我也非常感谢上帝。那么在我人生从21岁开始修炼法轮功，一路这个努力的吧，尽我所能的去做我认为这些正确的事情吧，到现在已经31年了。然后我此前曾经认为师父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我也曾经认为师父是神，而且能够解决这些最根本的这些就是你人成为超越的存在的那些问题。我曾经这么认为，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师父以及他身边爪牙的这些所作所为啊，我认为已经危害世间很久了。我认为这些行为需要被揭露出来，然后相关的人需要为此负责。我正在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为你所做的事情负责。那么好多基督徒就说说于超，你就直接向这个神说话，你直接向耶稣基督说话。那么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实在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人不太好意思向耶稣基督开口，说实在的。但是 anyway， 今天呢，我还是按照那个基督徒朋友的建议，我向那个耶稣基督说话了，大声的说出来。我对耶稣基督说了如下的话，我说耶稣基督，我说我不求平安，我只求您能让我认识神，这就是我全部的要求。我不求平安，我不求平安。我只求认识神。That's enough， 这就是全部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对，神韵有律师团队。所以就是说，你们那个就是在看我节目的神演员啊，还有这个曾经在法轮功中经历过这些伤害和虐待的这些人呢，我希望你们能早下决心，到我的节目上来谈出你们的故事。然后呢，这就是
我那个要说的。我想宇宙主佛和他的律师也在看我的节目。我想对宇宙主佛说呢，我说你做的每一步啊都是错的，会给你带来就是说正好相反的那个效果，这是我的看法。那谢谢各位，我们